美国要的 G2 就是在我的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第一难看就要把军队直接开到人家领土去，第二难看是跑去人家家里玩定点清楚，第三难看的我公然把你封锁起来。所以什么是 G2？ 我就要给你难看。刚刚中国使节团去完委内瑞拉，美国就直接逮人，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依然是那个世界的霸主，但是我也不会跟你公然翻脸，因为我到你山寨边，那我也赢不了你。所以现在日本有难，我袖手旁观；台湾有状况，我袖手旁观。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1月3号凌晨，特朗普证实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并抓获马杜罗。那这一次是用特种部队去渗透的，据说好像是三角洲部队。只是行动呢与美国执法部门同步进行，举世震撼。现在呢，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就是控诉说他们总统不见，那要求美国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请把人给拿出来。他主要去攻击了委内瑞拉的军事设施啊，包含空军的指导设施，还有马杜罗长期居住在卡拉卡斯的军事区里面。那目前来看，主要的伤亡呢，除了马杜罗夫妻之外呢，还有一个内政部长被炸死了。委内瑞拉本身是世界石油第一蕴藏国，委内瑞拉总国土平方面积来到了91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估计呢有2800万人。它有一个特色，第一个是南美地区啊。是旗帜鲜明的，因为南美地区呢，通常有个特色，就是左派跟右派会摆来摆去。因为南美这个地方很早就独立了，对比20世纪中叶之后才掀起的所谓殖民地独立运动啊。南美这个地区呢，它的独立运动比较早，因为它在19世纪的时候，西班牙殖民帝国因为衰退，所以呢，这个很早他们就大量独立了。独立之后，第一个他们受到美国很深刻的一个影响，长期笼罩在美国的霸权下面。但这个美国的霸权主要具体展现在哪些方面呢？文化方面倒是其次，文化方面主要是一些饮食，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没什么文化，但是倒是有一些是有，比如说它分程度，在加勒比海沿岸地区呢，主要棒球文化非常深入。那像墨西哥的话呢，是可乐文化很深入，但多数时候主要除了棒球之外呢，美国在这里的渗透主要是来自对人心的改造，还有资本的渗透。人心的改造呢，就是在这里的有钱人就会想尽办法移民到美国，所以导致比较好的优秀人才都会长期的流失。但去美国的通常是右派，所以呢左派在这里呢就相对比较盛行啊，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国家。那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从19世纪以来，它的治理问题一直非常的严重。然后再来，这里有很多所谓领土问题，比如说呢，这个盖亚纳这么大一个国家，对不对？它的首府在乔治城，这里有一条河叫做埃塞奎博河。然后委内瑞拉就长期主张盖亚纳埃塞奎博河呢，以西是它的领土啊，他们甚至把它划到它的省份上面去。这里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委内瑞拉，它有很强大的国族主义。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玻利瓦尔精神的继承者，他是除了巴西之外呢，他应该要作为拉美地区的一哥啊。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跟美国就更不对盘了。简单来讲，他就是个出头鸟啊。因为委内瑞拉有个特质啊，委内瑞拉进入到20世纪末之后呢，他出现了一个领导人叫查韦兹。查韦兹是一个非常左派领导人。那另外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这几个国家呢，是整个拉美地区最早独立的。他们当年独立是有一个英雄叫西蒙·波利瓦尔，他就是在拉美地区被尊称为所谓的解放者，因为他解放了几个国家呢？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巴拿马、秘鲁和玻利维亚这几个国家，在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他的影响很深刻。那委内瑞拉是这当中的最核心的国家。总之呢，他们当时想要组成南美利坚联邦共和国他们想搞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这种独立精神的追求性就比较强。可是呢，委内瑞拉有个问题，就是它本身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因为他们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且它对比，比如说像巴西或者是更远的阿根廷或者是智利这些国家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是在加勒比海跟美国直接对上。从地缘来说它对美国的抵抗力是更加的不够的。大量的精英人才外流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资源被掠夺的很严重。委内瑞拉自从在上世纪发现石油之后，就有大量的石油公司，主要就是美国人来到了委内瑞拉，来到各种开采。那这个问题就一直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21世纪初委内瑞拉呢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人乌戈查维兹他上台之后，他开始改变了这件事情。委内瑞拉很有意思他一直采取的都是这种西式的
民主投票的一个方式。随着整个右派政府的腐败，还有呢，随着石油开采之后巨量的资源，但是却相当不平衡，而且大量的资源其实都流入到了美国为首的石油公司的手里啊，让他的国民是越来越不爽啊，所以最后呢就选出了这个大左派查韦兹哦。查韦兹呢，他有一个特色啊，他是一个大玻利维亚主义者啊，信奉的是南美洲要走南美洲自己的路。所以呢，查韦兹啊，古巴的革命领袖啊，也就是古巴现在的古巴共产党的创立人卡斯特罗的粉丝啊，所以他非常信奉左派这一套。不过他是个左派的民族主义者。那这个查韦兹上台之后，他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所奉行的就是呢，要把这一些掠夺老百姓资源的大石油公司给干掉。但是呢，他本身呢，缺乏有效的一个这个治理的人才啊，他虽然具体的把美国的石油公司给国有化，但是在运作方面绩效确实是不好，内部的贪腐状况也是不断。而查韦兹本人呢，他是一个强人主义者啊，所以呢，他虽然奉行了左派，奉行了所谓玻利瓦尔主义，然后资助了很多国家，并且也在国内呢普遍来实施啊这个扶贫，但他的扶贫是非常粗暴的，就是发钱、发面包、发粮。那在石油跌价之后呢，整个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就很快就崩塌了。查韦兹过世之后，他的副手啊，就原本的副总统马杜罗就上台啊。马杜罗呢，可以说是查韦兹的追随者，但他本人手腕跟他的能力啊，也没有查韦兹来得好。再加上呢，查韦兹时期的弊病都留下来了，所以马杜罗虽然你看他哦，他担任总统的时间甚至比查韦兹还要久，但是呢，他的问题在于说他的统治力是更加衰弱的，所以整个委内瑞拉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分裂状况。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它的统治就非常的松散，因为它的国内的问题啊，不在于是说它的组织严不严谨，而是它的人心是非常浮动的。那南美洲都有这样的状况，只是委内瑞拉是尤其严重，再加上被制裁的一个状况。这一些因素都决定了委内瑞拉必然是一个，我们不要说失败国家，不成功的国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戈里奎兹现在美国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也是原本的副总统。再来呢，美国开始寻找委内瑞拉国内的代理人，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而已。这个马查多呢，长期就是跟马杜罗对着干，号称所谓的民主人士。这个人极端亲美啊，甚至啊经常说出一些出卖委内瑞拉的言论。这马查多就主张啊，应该要把这些企业呢还给美国人之外，还要进行赔偿。诸如此类的言论很多了啊。结果他就在20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中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这个人怎么突然之间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是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且他甚至希望美军直接入侵委内瑞拉，把马杜罗给定点清楚。但是呢，在背后你也不能说马查多的主张完全就是靠美国人扶持这也不对。因为呢，委内瑞拉受到美国的制裁长期的通膨、黑市盛行、国家混乱，确实毒品也不少，所以委内瑞拉的人民对于现状也是非常非常的不满。那马查多的出现呢，虽然他的这种极端亲美言论让人家觉得很乏值，但不管怎样，他自己毕竟是能够对抗马杜罗的其中一个力量。而且大家了解马杜罗的做法就是不断的仇美恨美言论不断拉升。你说他错还是对呢？这很难说但是这确实是一种生存之道嘛。可是因为有美国直接的介入，再说一次，因为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因为像美国扶持了马查多这样的力量，马杜罗也不敢直接把马查多给干掉，也做不到。马查多是有美国人在保护的，所以马查多的出现就很容易变成委内瑞拉反政府人心的一个聚焦的焦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委内瑞拉的局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国只要稍微施加外力，它并不难把整个政局给点燃。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分析过川普主义是什么概念。川普主义就是人多主义加上保守主义的内核思想，但限于国内，再加上麦金利总统，尤其是老罗斯福总统的巨棒外交，三者合成就是川普主义的核心逻辑。他也知道在亚洲地区他无法阻止中国崛起的出海，
刚刚结束的正义使命2025，请问美国人讲了什么话？没讲话。在治国南方演习老半天，美国讲什么话？没讲话。势力已经分好了，该既有的框架，二战的秩序不能破，该是武藏的是武藏，该驻军的驻军，这些我不会动。但是在这个外面所外加的东西，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去争取。所以核心就是 G2， 世界就先来一个 G2 就是什么？中跟美嘛。那我这边呢，你能帮就帮，但是抱歉，我就是会动手。而我动手之后，你也不要说太多废话。所以委内瑞拉这事情很有意思啊。中国大陆使节团才刚刚跟马杜罗见完面，一见完面，使节团一离开，没多久美国就发动突袭，就把马杜罗夫妻给抓走了。所以今天在这会上面啊，才跟中共外交官见面，然后就被拿下啊。不过这张图呢，我跟你讲，这张图是假的。在 G2 之上，他又想搞一个 C5， 所以他后来否认了。C5 就是核心武国，这就是川普所想象的世界。世界就是中美共治，然后那各自拉上自己的主要盟友，美国拉上日本，中国拉上俄罗斯，印度属于化外，大家各自争取。所以呢，委内瑞拉抱歉林北就动手了，怎么样？哦，你说欧洲哦，所以我说 G2 逻辑你要理解。你想哦，西半球只有2个州，美国人能够接受吗？当然不能接受啊！所以呢，还要加上欧洲，只是欧洲没办法全吃完。为什么？因为欧洲现在俄罗斯吃一半，所以呢，欧洲只能吃一部分。那这件事情呢，俄罗斯跟美国这个局，美国最后是接受了，接受美国没办法单独吞下欧洲这件事，没办法单独吞下欧洲，压制俄罗斯，唯一能做的就是俄美共分欧洲。世界格局越来越清晰，美国要的就是北美、南美半个欧洲，俄罗斯分到的是半个欧洲，还有一部分的非洲。现在俄罗斯在中非、西非渗透的非常厉害，当然没有分到一半，大概分1/3，因为它的国力也没办法分到一半，但基本上都变成俄罗斯的前出缓冲带。而中国呢，那是更明确了，第一岛链台湾问题的处理，整个东南亚的加速整合 RCEP 东协11+几这样子一直推下去，还有什么加速整并东北亚。在军事上美国是不会让啊，但是在经济国际地缘上，你北京有能力你就尽可能去跟东京拉扯，但我不会把东京给放了。所以谁看这个地缘看得很清楚？请问现在韩国总统叫什么名字？请问他现在人在哪里？请问他现在要见谁？所以呢，这就是整个对委内瑞拉的一个出手的核心逻辑，就是我要做好，我要踏实。所以从26年开始，美国人会更加的不带眼，而且会更加的丛林法则，更加的强权为强权独尊的逻辑。所以你去看哦，今天呢，整个脆啊，青鸟很兴奋啊，他说你看啊，以为亲中就不会战争的蓝白是不是要看一下委内瑞拉被美国轰的样子？等如果你们真的被60%带赛亲中，中国挑衅美国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的下场。到底有多蠢才会讲这种话？哦，87分不能再高了，那根本核心逻辑就不一样。委内瑞拉在哪里？台湾在哪里？然后再来一个主权国家公然被他国轰炸，如果今天所谓的傻鸟真的认为台湾是个国家的话，那你能忍受吗？那北京派战机来轰炸，你能忍受吗？怎么会有这种逻辑呢？但我跟大家讲哦，整个脆上面现在就是一大堆这种傻鸟，到处都是傻鸟。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世界的局势在2025年我讲过，2024年是乱局，2025年是变局，2026年是个升局。果然在1月3号啊，川普马上送上大家一个大礼包啊，直接上升一个段次啊。大家要思考啊，一个90几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将近3000万的人口，就体量来说也不输给美国太多啊。美国大概3.3亿，委内瑞拉将近3000万，美国大概950万平方公里，委内瑞拉90几万平方公里。结果呢，他敢这样公然的入侵，上一次跑到人家家里当场去把人家的总统给带走，还在巴拿马。但是现在他竟然敢这样玩，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嚣张啊！今天我们看到的事情是，他演都不带演的。我只讲说我要抓毒贩，如果抓毒贩大国就可以直接公然入侵小国的话，那缅甸的白家就不会活到2026年还没被枪毙。所以这事情呢，今天如果大国都可以这样干的话，那这就回到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只是呢，在更赤裸的，目前美国还没干出来，但是他就夹在一个中间态。所以今天俄罗斯打乌克兰，赤裸裸的把军队给开进去；美国去委内瑞拉，赤裸裸的把军队开过去，把人给直接抓走，直接炸人家。那接下来呢？面对第一岛链的状况，那你美国跟俄国都演示了2种最难看的样子。那如果真要这样玩，那你不就是告诉中国大陆，
那你的空间来了啊。OK， 所以整个势就起来了嘛，往上升。在这个势里面，美国为了维持它的优势，早早的把势力范围给划分了。其实讲白了，美国就是没有信心跟中国在2025年底，或者是说21世纪的第2个1/4里面，跟中国来一个超高强度的开放性的竞争啊。所以，与其在开放竞争落败之后，沦为规则的被服从者、规则的被制定者、秩序的被操作者，不如我在最后一把，我在1991年到2025年，我还有一个长达34年的所谓一超多强的世界秩序，或者说全球化秩序缔造者这样的身份，维护者这样的身份，我重新划分全球化的秩序，就我不要全球化了，我也要全球化，我来一个既要又要有范围的全球化，高强度竞争的部分就不全球化了，我搞势力范围。所以最终的导向是什么？我跟大家说，欧洲的局势差不多了啦。乌克兰终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乌克兰接下来会等同亡国啊，或类亡国，因为乌克兰已经不是美国在意的点了。美国发现把乌克兰分了之后，俄罗斯的力量就会止步在东欧地区，借由对东亚第一岛链的沉默，跟美国达成现阶段在西太平洋的势力的平衡。那最后就是借由委内瑞拉这个局势，告诉中国甚至俄国，这里就是老子的地盘，不准动。这就是整个川普在思考的局势里面，它的核心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当然，现在的世界局势也不是当年美国可以处理的，所以我接下来要讲，在川普的 G2 理想值之外，第一个所谓的 G2 势力呢，如果你要这样玩，好，会激发俄罗斯更赤裸在世界抢地盘。所以俄罗斯接下来针对整个欧洲的前线，从乌克兰到摩尔多瓦，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所谓的波三小、斯洛伐克、匈牙利这些地方，相对亲俄的给予更多支持，相对反俄的给予更多压力。这个会接下来俄罗斯他会很赤裸的直接这样做。再来，俄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他也会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该炸就炸，该出兵就出兵。再来呢，在非洲的这个所谓第4世界争夺战会更加的赤裸。川普他直接这边占了大片的领地啊，然后呢，最好笑的是拉着卢旺达的总统就是卡加梅，还有拉着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被侵略国家的总统去白宫签和平协议，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所以这就是川普想象的 G2 嘛。G2 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区域稳定问题，有赖的只有更多的强权跟直接性的斗争。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强调美国就是要打脸中方呢？为什么要打脸中方呢？因为我要告诉你是这样，你说中方到底有没有被打脸呢？中方可能不见得觉得自己被打脸，或者就算被打脸也不严重，因为北京跟委内瑞拉本来的连结就没有那么强。委内瑞拉跟北京之间最主要，跟中国大陆之间最主要的是什么？是石油贸易的问题。事实上，你如果讲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一样嘛。什么叫 G2 势力范围划分的具体呈现？泰国跟柬埔寨、泰柬之间打得乱七八糟，川普调停，调完停之后又怎么样？没有用啊！泰国总理出来骂美国人啊，难道我们为我们国家奋斗是错的吗？结果最后是谁调停呢？最后是中国大陆外长去调停的，这就是一种变化。这变化就是你的势力范围内，我顶多演戏，我还真不会把手伸进去。我的势力范围内，你就别把手伸过来。你要把手伸过来，我也会让你在这边丢脸。这是这里面，所以我一直讲，国际外交不会老是赢的啦，没有永远都是赢的啦，也没有永远都是输的，也很难讲啦。但是大国博弈之间就是有输有赢嘛。那这一局里面显见得，你如果就单委内瑞拉来说的话，这一局确实川普是赢了，他赌对了嘛。直白讲，他赌对了嘛。那最后一个是台湾，台湾如果说今天赖清德继续坚持下去的话，那这事没完啊！我讲直白的啦，今天俄罗斯跟美国给了最佳的范例啊，那你再继续横跳，大家知道民进党现在在干嘛吗？民进党现在想要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成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条例，发疯了，你知道吗？真的发疯了。那接下来怎么做？原本呢是在硬实力方面的主动权在北京啊，现在整个国际的氛围主动权也到了北京啊。那民进党呢会更往作死的方向作。